嗨，大家好！已经有2天没有出来骑行了啊。这段时间啊，这个天气天天下雨，而且这个雨呢，连间隙都没有。今天啊，也是冒着有被淋湿的危险呢，骑行到了外面啊。谁知道啊，刚刚出来就已经开始下起雨来了，而且感觉这个雨啊，应该是会下得比较大啊。看来啊，今天骑行又要泡汤了。现在呢，还是往回家的方向骑吧。从网上看到的消息啊，珠江的水位还在持续的上涨，某一些啊观光的清水平台呢都已经被淹了。广州的郊外啊，也有同样的问题，比方说从化啊，流溪河呢泛滥。据说某些地方还要泄洪，就这个水啊，都快淹到城区里面去了。可能也是这个最近很多年一遇的这么一个龙舟水啊，唯一的好处呢，没有出太阳。6月份啊，本来是盛夏时节，但是现在呢，从体感温度来讲啊，还是一个非常舒适的这么一个温度，所以呢，人呢不觉得热啊。当然了，比较闷热啊，还是有一些这种感觉，但是没有这种暴晒给大家形成的这种体表的感觉啊。所以呢，什么事情都有2方面啊，有好有坏，有得有失。但是这种自然的现象呢，作为人来讲啊，除了去努力适应以外呢，也没有其他的什么办法。眼看着啊，这个雨呢是越下越大。我呢骑到一条林荫的这么一条道路里面啊，让这些树叶呢稍稍可以遮风挡雨。嚯！一到这个大马路上啊，就是猛烈的一层雨扑面而来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面对这样的琢磨不定的下雨天啊，我们也只能做一个识时务者，暂且呢回家躲避一下这个大雨。如果雨停了呢，我们再出来，先在此告一段落。嗨，大家好，今天已经是第2次出门了。早上出来啊，淋了一头雨，回去休息了一下，看看这个天气啊，雨好像又停了，没办法啊，只能继续出来骑一骑，因为没有够今天的运动量。下雨天啊，出行呢就是比较麻烦。出来骑行啊，也是要看天骑行。其实家里呢也有跑步机啊，也有一些其他的健身的一些简单的设备啊。自从出来骑行以后呢，就觉得啊，家里头陋室之间，一个人闷头对着一个墙壁啊，在那边跑步啊，在跑步机上这么跑步呢，越来越显得无聊。第一的话呢，室内的空气也不好，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敞开的啊，呼吸新鲜空气的这么一个环境。主要呢，就是面对啊家徒四壁，就是那个放跑步机的房间啊，真的可以说得上是家徒四壁啊，没有什么新鲜感。人呢，他就是这样啊。第一呢，他要呼吸新鲜空气，新鲜的空气啊，就好像一个催化剂啊，更能够促进我们人体的机能的一些生理性的新陈代谢。这个是人呢生活赖以生存的食物啊，空气，当然还有水啊，有这些最重要的元素之一。这边呢，好像啊，我也没有怎么进来过。康怡居，就在里面骑一骑吧。蛮漂亮一个入门的一个花坛，一个喷泉应该是啊，还有些小海豚的这个雕塑，看上去还挺可爱。以前有朋友住在这个康怡居里面啊，曾经当然肯定也是来过的。
明白了啊。这边开始呢，叠五轩了。就叠五轩和康怡居呢，其实两个是打通的啊，只不过起了不同的小区的名字而已。所以刚刚说到啊，人的身体呢，它就需要一些最基本的能够让你生存啊这样的一些重要的元素。除此之外呢，除了这些物质上的需求以外啊，人还是一个精神的产物啊。所以呢，它并不是说吃饱饭啊能够生存，他就一定会感到开心。他很多情况的话呢，他还有一个跟外界接触啊，感受外面的这么一个世界的一种四季的变化，人情的温暖。还有呢，就是那个世界啊，四季的一种转换。当然，人更感兴趣的可能就是我们的同类在建设这么一个家园啊，让这个家园变得更为美好。所以它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原来这边又可以出到大街上了啊！我第一次这么走。行，那我们就再转回大街上，开始有点出太阳的感觉了啊！但是地下呢都是一汪汪的积水，说明呢刚刚那场雨下的还不小，所以回家躲了一阵子是对的啊。但是现在呢，有骑出来，就是遵从于自己内心的、心理的需要。就是刚刚讲到，就是我们作为人，除了满足物质的生活之外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要得到精神上的慰藉，或者产生某种心理上的愉悦。物质和精神呢，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啊。如果把它上升到一个政治层面的话呢，那物质代表着基层、基本，精神呢就代表着上层啊，或者称之为上层建筑。它们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一边骑行呢，一边就聊聊自己粗浅的一些人生观。所谓三观不正，不相为谋。就人跟人之间啊，总是怎么讲？有这么一句话啊，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是呢，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啊，他有时候他的需求也是会出现很大的差异。古人说：“30而立，40不惑。”那50就知天命了，因为古代人活的年龄比较短呢，所以到了50、60岁就进入到一个看穿世界、看透人生，就到了这么一个人生阶段了。慢慢的就走向暮年啊，就垂垂老矣。但是呢，到了现代啊，
大家的人均寿命啊，就会远远比古人要长个20%、30%应该没问题啊。今天呢还看到一则新闻，说是日本的前首相啊，叫安倍晋三，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字啊。他的母亲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94还是95岁的生日啊，就难得这个安倍晋三三兄弟齐聚一堂，为母亲祝寿。我从照片上看到啊，这位安倍夫人90多岁高龄了啊，当然肯定也做了一番精心的打扮，化了妆，但是呢，看上去还是精神矍铄啊，应该也非常清醒。所以，这位啊，这个日本政界的知名的一个家族，这位老太太呢，也是培养出了一位日本的总理大臣，应该也是让他感到非常的满足和骄傲。但其实呢，他们家里啊出过好几个总理大臣。所以呢，现在的人呢寿命长了啊，不能说是50岁就知天命了。50岁呢，应该还在奋斗当中啊，甚至有些人50岁如果能够达到不惑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已经相当不错了。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也要把古人的这样的这种人生观啊，还有对这个年龄、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可能也需要做一些小小的调整。那我们觉得说，到了60以上吧，应该要知天命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啊，人的这个身体的机能，它的寿命啊，它就是受限于这些自然的规律啊。不管是谁，即便是你可以让你平均的寿命啊，从以前的这个60、70岁，到现在，甚至到以后的80、90岁，但是并不等于说呢，你可以啊，像一架机器一样的，一直涌动下去啊，一直呢对社会像年轻人一样的去做贡献，这个是做不到的，也是你的身体的机能所无法承受的。所以不管怎么说呢，一个人呢，到了一定的时候，不管是你出于你的身体的状况，大自然的这种规律，也不论你自己在人生的路上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做完，你还想为这个世界做一些什么样的贡献？但是呢，到了50、60岁那你也不得不做减法这个呢，也是我们同学、亲朋好友之间经常有时候也会相互交流的时候发的一些议论。虽然说每个人是不是一定要卡在那个点上，这个很难说就像我最近跟一位在北美担任教职的一位同学交流的时候呢，
相互呢也会问起彼此的生活的一个状况那作为中国呢，60岁法定年龄退休当然，除非你是一个对国家深受倚重，还能够做出很大贡献，自己呢也非常想要多体现自己的价值，这样人除外就男人们呢，到了60都自然而然的要放下手头的正规的这些工作，转而呢进入到一个退休的状态。那么在退休的这个生活当中呢，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你这个工作了一辈子打下了多少物质的基础，养成了什么样的一种兴趣爱好，由此呢来规划你自己的退休生活。但是呢，非常遗憾的也是不得不面对的，就是你会慢慢的跟这个社会从保持一定的距离，到慢慢的被这个社会抛离。那你要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这是每个人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必须都要面对，不得不接受。还是这句话，是你主动在认知的状态底下提前的去放弃，还是说被动的被剥夺就是你自己还想要做的更多的事情。那么这些呢，取决于自己的人生观，当然还有价值观世界观。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因人而异，你完全可以主宰自己的退休的生活，因为你不需要再为你的老板卖命，也不需要为了更多的一份收入去勉强去做浪费自己退休生活这个时间的这么一份工作。当然了，这个其中还有一些各个家庭自己的一些状况你比方说你的子女是否已经成才，他有没有还需要这个父母亲的经济上的扶持，甚至有些孩子说句不中听的话，他想在家里头躺平，让这些父母呢不得不继续的操劳下去。那这个呢，我觉得每个家庭因人而异。但我自己的认识呢，就觉得这应该是一种悲哀因为每个人的人生呢都有自己的区间划分所谓父有父道，子有子道，做父母的养育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个使命，然后对自己的孩子呢也寄托着深深的期望，将来他们呢出人头地也罢，生活无忧也好，或者呢只是过一个平淡的快乐的人也好，都没有问题。你只要尽到了自己的责任都算是成功的。但是呢，我们有时候时不时从亲朋好友那边呢，也会听到很多小孩不但不成才，而且呢年纪不小了还是
躺在这个父母的退休金上面啊，混吃混喝。还有很多呢，好高骛远，盲目呢就去发展他自己的事业啊，用着父母亲的退休金啊，或者是好不容易攒下来的一些用于退休的这么一些金钱呢，去所谓的创业，最后呢失败，到最后还要父母亲来帮着擦屁股啊。像我们周围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啊，所以在外面呢可以看到这样的慈父慈母，为了自己那些不成器的孩子啊，就是辛苦一辈子还不算啊，还把自己的养老钱、棺材本呢都拿出来给自己的孩子啊，最后呢去创业啊。那说的好听是创业，说的不好听的话呢，就是去挥霍掉的。骑了一段啊，非常不平的这个路啊，讲了一段的话，讲的我都有点累。这边呢又来到了啊，祈福新村的最南面，有一个消防队，同时呢也有祈福新村啊社区居委会的这么个地方。前几天听说啊，以后可能做核酸检测都要跑到这儿来做了。最近明显的感觉核酸检测的一些政策方针啊，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从人人必须过关，隔三差五啊，几乎是2、3天这样的一个节奏，全员都要去做。到现在的话呢，慢慢的就是有需要的人才去做啊，等等吧。再加上呢，这2天也看到有新闻啊，差不多近3年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国门这样的政策之后呢，现在开始啊，国外的中国的驻其他国家的一些使领馆呢，也发出了通知，有重新开放啊这些海外的华人回中国探亲，工作啊需要的这些条件呢有所放松。希望呢，尽快的可以恢复正常，因为我相信啊，在中国有海外这些亲朋好友的人呢，也不在少数。所以刚刚呢，说了半天的啊，这些人生的这些观感啊，其实呢也是有感而发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啊，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啊，以我自己的愚见啊，就是我们要关注的事情啊，要有所收缩。我们年轻的时候呢，为国家的建设啊奋斗打拼，也为自己家人啊，也为自己呢将来这个能够过一个相对平稳的生活呢，积累一些小小的积蓄。但是随着自己的这个年龄的增长，到了接近晚年的时候，那你要提前要想通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要放下一些我们能力之外，还有呢就是那些太大的远大的理想，把这些呢交给我们下一代，现在的这个年轻的一代，他们去持续的去完成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责任
和我们的未尽的事业。每天都在关注这个国家的发展，每天都在关注这个国家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甚至由此产生抱怨，由此呢产生很多恨意。我说的这个恨意呢，可能就是恨铁不成钢的那个恨啊。那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老实讲，你我到了一定的时候，已经成了这个国家的非主流，更不是建设这个国家的主力军的一员。但是呢，我们自己做出的贡献啊，不管大小，自己也不能够忘掉。那么正好呢，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好的，对我们来讲呢，说不定应该也是最后的这么一个年龄段啊，去努力的做一些我们当年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为了子女疲于奔命，不得不舍弃啊，不得不忍耐的那些事情。我们呢，可以挑一部分啊，我们最想做的、最想过那种生活，来为自己呢，能够尽量的去过一些安稳的日子，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而没有必要呢，与社会共舞，对社会上发生的任何的热点呢，都热衷去凑这个热闹，甚至呢，自不量力的去做出自己的激烈的评论。或者呢，抱有太大的这样的改变这个社会啊，或者这个期望，这个社会呢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发生某种变化啊，这样的这种愿望呢，肯定要落空的，没有太大的必要啊。退休生活呢，真的就是在于自己的一个选择。古人呢，50岁啊就知天命，但我们中国人呢，现代人呢没有必要啊那么早呢就放下自己建设社会啊这样的一份重任。但是呢，过了50啊，我觉得人呢应该开始做一些减法，或者呢做一些小小的规划啊。他要让自己的节奏呢开始放慢，让自己呢弄清楚啊，自己退休以后啊，还有哪一些事情是以前想做，没有时间做，或者没有能力去做的事。另外一个呢，可能也要放弃一些雄心壮志啊。但是呢，你可以把这些事情呢缩小范围，在某1、2个事情上面呢，照样可以持续，甚至更加精进，做得更加完美。但是呢，也没有必要啊，保持太多的这个社会的存在感啊。就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见到很多的人呢，就其实他不是怕退休，他更多的呢是怕被这个社会遗忘，甚至呢有很多的虚荣心，总觉得自己呢失去了这个头牌啊，这么样一个团队当中一员的这样的自豪感，这样的一种存在感。
很多人呢感到失落。社会啊，它就是势力的这样的一群人组成的，每个人都如此。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的这个时间啊、空间，它的这些生命的长度啊等等啊，都使得自己呢总是奔着自己最大的利益化啊，向这个方向而去。没有人呢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啊，去尊老，去对一个失去影响力的一个老人家产生更多的这样的依赖啊。他肯定的去向着有更多的有利自己资源的这个方向去靠拢。这个呢，也是人到了一定年纪啊，知天命的命理之一啊。社会啊，本来就这么回事，所以呢，没有必要跟自己矫情啊，主动的去做一些取舍，主动的去做一些放弃啊，有时候呢，让人活得更为潇洒。那假如说自己能够去到自己意愿当中的某一个乡村田园里头去过一些半隐居的生活，只要物质上跟得上，只要跟外界呢还能有联系，只要内心能够愉悦，我觉得未尝不可。那假如说有人呢更进一步，能够移居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投奔心目当中的一种自由的、宽松的环境啊，那我觉得何乐而不为？但是呢，可能更多的就要去关注啊，你所处的那一个社会的一些新鲜感，去让自己呢多一些体验，去发掘更多的对自己有利的一些元素，让自己的生活呢过得更加美好。那么自然而然，你也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就是，你的祖国已经变得遥远的这么一个国家，你要接受跟它在物质上啊、精神上的很多的连接呢，就会变得相对的疏远。所谓有所得必有所失，但是自己呢，怎么能够让它变成有所失、有所得？那我觉得这些呢，就是生活的一般的哲理啊，也是我们人生观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自己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就会触发一些人生的思考，但是这些呢，肯定也是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大家在联系过程当中，有时候产生的一些感悟吧。同时呢，也是面对的一些世事纷繁啊，总是有一些小小的思考，怎么样能够在可能的情况底下呢，对准自己的生活的一个状态，让自己呢能够放下一些不必要的精神上的负担，或者呢人生天然而然的一种心态啊，就是人天生就会有羡慕嫉妒恨啊这样的这些锐气。那么如果说能够让自己有限的这个生命的时间，能够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集中精神呢，过好自己的日子。如果可能的话呢，也找到三五知己，大家呢三观一致，可以隔三差五的呢把酒言欢或者呢咖啡店坐一坐，海阔天空聊一聊。当然现在网络也很发达丰富好朋友呢也不见得一定要在身边，可以在某一个遥远的地方，大家也会心灵相通，也可以呢通过网络并没有距离感的这样的一些交流，如此等等都是为了让自己的晚年过得更好，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更有意义。越是到了这个晚年
这个人生就是自己的，尽量呢没有必要啊，跟国家的这个发展、跟社会的进步，还有呢就跟子女啊这样的一些发展去挂上太多的关系。因为呢，我们应该很自豪地说，我们自己的这一辈子的前半生啊，或者说前大半生，都已经奉献给了国家、社会和自己的孩子，跟自己有关系的这些人们。我们当之无愧啊，应该受到自己的尊重、自己的尊敬。虽然我们也期待这个社会也不会忘记我们对这个社会、对这个行业、对别人的一种奉献啊，或者说是一种贡献。但是呢，这些呢是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我们没有必要啊为这些耿耿于怀。所以呢，虽然说人呢就是放下啊，但是并不等于放弃。就像自己退休生活的一部分，每天呢都是希望自己保持一种活力，调节一下自己生理的机能啊，一直处于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我们也把这个每天锻炼一下身体啊，当然可以因人而异啊，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当做我们主要的一个每天要完成的一个任务，并且呢使之成为习惯。今天分了2段出来骑行啊，前面那一段呢没有骑多远，一阵大雨呢就劈头盖脸的砸了下来，不得不呢妥协退回到家里啊。但是呢，云开日出以后，还是要再一次骑上路去完成我们每天该完成的一个锻炼，同时呢也让我们的大脑呢运转起来，怎么去优化我们自己的生活，放弃一些不必要的一些累赘，主动的放下一些事情，你才有机会，才有时间呢集中来去为你自己当下的这些退休生活能够去让它过得更好。雨停了，现在出了太阳啊，所以很多人呢也都是一样，他也是要跑出来去做他喜欢的一些事情。那些女士们呢就在那边唱歌跳舞，男的呢也有自己的事情可做啊，所以大家呢都处于这么一个状态啊。虽然说每个人的这个喜好各有不同，有些人呢对于这样的这种事情啊，认为是浪费生命，不屑一顾啊。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就像我们自己的生活需要别人来尊重是一个道理。我们不能自己认为自己过的日子就是有意义的日子，就是觉得别人过的就不行。就好像我们自己如果在一个所谓的民主社会里头生活，我们就把那些不太一样的体系底下生活老百姓呢都视作可怜虫。我觉得每个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的智慧，如果他能够做出选择，他可能会做出选择，他不愿意做出选择呢，或者是他因为没有这个能力去选择，也有可能呢他觉得也挺好，他不愿意去做这个选择，也轮不到别人去操心这个事啊。但是自己的身边的人，自己的子女，自己的这些亲朋好友呢，大家可以通过交流，可以把自己的一些影响施展到他们身上，贡献自己的这些理解这些建议，让这些自己亲近的人呢有一份参考。我觉得这个就足够。就好像我整天说我作为一个退休的牙医，其实我做视频的目的最早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知道的更多的这些关于牙齿健康保健甚至时尚的一些观念呢，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因为一个医生的一双手非常有限，没有办法为更多的人呢去治疗疾病。
但是假如说我们能够通过我们专业的一些知识，通过我们的嘴来分享，那假如说又有观众的话呢，它产生的作用可能要比我们一双手产生作用还要大。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啊，所以呢，我们就迎难而上吧，做了一些这样的科普的视频啊。但是呢，效果并不好，大家可能没有感受到你的这份热情，或者对你自以为是的这种为别人好的这样的这种愿望啊，别人没有这么理解、认识到。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并没有那么多的观众。那么我在想，如果自己觉得是对的，你就不断的改进啊，继续坚持做下去。从另外一面呢，你也要面对现实，不是这个社会啊，很多人都愿意来听你唠叨的。即便是你的亲朋好友，也不见得喜欢整天来帮衬你那些他们不理解、他们不认同的一些观点，或者他们认为没有必要的这些所谓的什么保健知识。所以心态一定要放好，该放弃就放弃，该坚持就坚持。已经骑行了半个来小时了吧？好了，我们已经骑够了我们的健身的骑行距离了。现在我们准备回家去。谢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再见，拜拜。